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给大家带来街机平台的《机械战警2代》。前一阵子录制了1代，就有小伙伴在催更。其实我小的时候玩的《机械战警2代》是红白机版，很多小伙伴小时候也是玩过的。那款游戏呢，主人公脚底像是抹了油一样，惯性特别大，无论是跳跃还是移动，都一直在打滑。街机版本和红白机版可以认为是两个游戏。它在流程当中还加入了这种纵深视角的射击关卡，但是咱们不能定点射击，不能站在一个地方呢把你的枪口进行调整，所以说你要一边移动一边射击，这个感觉操作性就有点问题吧。你可以感觉到制作组想把这款游戏做得更好，但实际上呢，在一些设定上还是不大舒服，就感觉很怪啊。之前我给大家录制过勇士们系列，那款游戏呢就可以定点射击。游戏的操作按键一共是3个，向左射击、向右射击，还有呢是跳跃。这个操作方式有点特别，其实它用1个射击键就可以了，不知道为什么要有2个，可能感觉同时能够向左和向右射更爽一点。地上有一个血，咱们没有掉啊，捡来也没用。对，你还可以跳起来向左和向右射击。这里呢需要摇杆，然后按你的射击键。给我的感觉有点像街机平台的《三国志》的吃包子关卡，但这里没有奖励啊，算是一个 QTE 吧。好的，把这个车推扁了。所以说主人公的马力还是很足啊！前方是一个武器店啊，这真是武器店啊！地上的这把不知道是不是眼镜蛇炮啊，只有5发，威力很大，有穿透性。墙上还有1把，那武器的话还能捡到2种。好的，这个 BOSS 呢拿着一个电锯，非常抗打了，用这个炮轰4下他才挂，我感觉比主人公还要肉啊！虽然他是血肉之躯，这样第1关就过关了。武器呢是不能继承的，带不到下一关。但是每次过关之后呢，根据你剩余的秒数，咱们会得到血量的提升的，会回血。游戏的流程呢，一共是5关。1、2关结束之后有一个奖励关卡，3、4关结束之后有一个，然后第5关就是最终 BOSS 战了。这个敌人非常抗打，他第3次倒地才会挂，并且呢，他会举起重物来砸你。不过他这个重物扔到空中的时候，还可以用枪打或者用拳头打都可以。因为咱们的射击按键近身的话就是拳头攻击了。如果和地方重合的话，是可以抓住地方的。这把枪是一个冲锋枪，刚才那个货扔了个寂寞呀，给了我一脚。不对呀，我主人公不是刀枪不入吗？这竟然怕拳脚功夫。好，这个枪呢有60发子弹。刚刚那个敌人好像耳朵不太好使啊，那里边发生了枪战，他竟然无动于衷。我就拿这把冲锋枪吧，子弹比较多，60发。眼镜蛇炮的话，虽然威力比较大，但是只有5发呀。你想想，你只能射5下，那基本上就是废柴。虽然每次量比较大，射得很猛，但不持久。还是这把枪可以啊，又持久，射的又多。把这些小兵清理一下，后面是 BOSS 战。这个 BOSS 是一个人驾驶的机器人。那本作的剧情方面是致敬电影的，比较忠实的还原了吧。抓他一下，这个小 BOSS 攻击方式还是比较多样的。可以扔2种炸弹，一种手雷是即时爆炸的，
还有一种像是地雷一样是延迟爆炸。那它呢可以用冲锋枪来攻击你，攻击你的时候呢，你要和它站错位。它还会发射一种两向的导弹，刚才也用了。发射的时候你和它站一个直线就可以了，因为那个导弹是向两侧飞的。另外它还会冲撞，然后起身的旋转攻击，注意走位就可以了。这个 BOSS 不难。OK， 打完，这样过了2关。过了2关之后呢，咱们进入一个奖励馆。其实每个关卡之间，它是用电影的镜头来交代一下剧情的。奖励关呢，也是一个射击类的关卡，和一代其实本质上别无二致。但是呢，它加入了这种飙车的元素。但其实这个画面让我想起了红白机平台的另一款游戏《鳄鱼先生》，应该是科乐美1987年的作品。流程当中有2关是这样的关卡，咱们是开着车的，非常的像，这个场景、视角、卷轴都非常像。只不过呢，这里变成了咱们的奖励关。这个瞄准镜和一代是一样的。看一下，打了98%。那和一代不同的是，咱们的血条不能再增长，所以打这种奖励关的时候，我就没什么看分的欲望。对面来了一个变形金刚嘛，咱们骑的是摩托，冲进去了，哇，好猛啊！这样第3关，从停车场开始。开场是一堆油桶啊，对方拿油桶当这个路障一发就全部打爆了。好，这里的关卡呢也是一个纵深卷轴的射击，同样的，咱们需要调整人物的走位和枪口。跳跃还是比较好用的一种躲避敌方攻击的手段。你看这个场景啊，它比第1关那个场景要宽，大概是第1关场景2倍吧。因为第1关那里呢，敌方只是在一个胡同里出来。好，这里有场小 BOSS 战吧，打4个小炮台。这个炮台神烦，好处呢就是它发射出来的火焰弹只有飞到咱们这个 Y 轴的时候才具有攻击力，这还可以。给了个血，但是咱们还没掉血啊。上次掉血是在第1关还是第2关被踢了一脚，出现了丧尸一样的敌人。这个敌人其实走上去一拳就解决了，但是后面有更硬的。这个血呢，留着清完了敌人再吃，这也是玩轻版动作游戏的一个小技巧。一个电磁铁把咱们吸住了。这发炮只有1发，瞄准一下子都收了。第3关的 BOSS 这个 BOSS 就相当于主人公他自己制造出来的吧。把一个非常胆小的小兵打到了这种有污染物的池子里。这个 BOSS 打人非常狠啊，3下就可以把咱们带走。所以说我刚才吃了小兵的1下，我还比较欣慰呢，因为实在躲不开了。幸亏不是 BOSS 打我。这样咱们已经打了3关了，游戏流程过了大半了。和1代相比呢，2代的关卡数量比较少，但是每关比较长。1代关卡数多，是7关，本作是5关。所以说这2部作品呢，一个给的多，一个时间长，看你喜欢哪个了。这个机器人啊，它是用枪打没有伤害的，所以说咱们只能用拳头或者摔它。找机会吧，因为
对面的人数比较多，你不能和他站到一条线上，他炸。这个手雷好像在空中的时候也有攻击力，所以要打得比较小心。好在他只能炸同一平行线上的敌人，差一个去抓他。起不来了吧？3下摔3下。好，这一看就是209啊！呵呵，每座里都有你。哎，挨了一枪。不过没关系，这个货我本来就是想拼死他的，他炸了之后给血。血量控制就是每个游戏都比较重要的一环了，你要知道哪儿有补血的地方。捡了一个，这是 RPG 啊还是什么鬼啊？也是5发，射出去之后会爆炸的。这种宇航服一样的机器人行动起来特别迅速，而且呢，它会中远距离的攻击，打它呢有点难度。就是摔呀，找个机会。他走了，他走了，不用管他。这里要打一个小 boss， 那这个 boss 算是第2关 boss 的加强版吧。那它加强的地方就是它这个冲撞，你看不再是直线了，是一个折线。所以说它冲撞的时候呢，尽量不要和它站到同一个直线上就可以。反正它折过来之后呢，也很少能够再回到它这个线上。差不多还有1下。啊，在空中击落了。行了，这次呢把它干掉了。这个游戏还是比较忠实于原作的电影的，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去看一下原片。但实际上这么老的 IP 呢，新生代的玩家已经很少感兴趣了。机械战警今年可能也重新拍了一部，但是热度好像不是很高了。反正我小的时候呢，对这种啊是没有什么抵抗力的。这个 BOSS 啊，跟大家说一下2种打法，一种呢就是近身拼血，打得快一点；另外一种呢，你可以等他跳下来落地的时候，打他几下，等他发射子弹的时候你躲。中间呢，它会有这种暴走的时间，暴走的时候你来回躲就可以了，不要和他硬拼。BOSS 算是难度稍高的，前4关来说。好的，又是一个奖励关。这个奖励关呢，咱们这次啊不是摩托，但是呢被对面把咱们的警车的盖啊给炸飞了。为什么不是摩托呢？因为大家想一下，你开着摩托，单手把着车把，另外一手拿枪在公路上射击，你这已经不简简单单是违反交规的问题了。以危险的方式啊，威胁到了公共安全。这次我好像落下很多呀，没打到的。飞机和车好像都漏了不少。啊，那个飞机跑了。5秒了，3、2、1，没了。看一下，打了22个，那这是多少啊？这还打了80%呢，那也没多少个呀。最后一关了，那最后一关呢，就是 BOSS 战。这个 BOSS 一共4个形态呢，越到后边血量越多。好，他这个攻击方式跳起来躲就可以了，这是他第1形态。第1形态还是比较好打的，不要贪枪。等着跳着躲这一下就完事儿。第1形态跑了，这样咱们追。又跑了，这里的机器人摔呀，速战速决。
不要和他们拖，因为对方是一个混编的兵种，让他们走位走开了还是很讨厌的。第二形态啊，第二形态多了几种攻击方式，还是这个枪跳就可以，然后中距离的拳。哦，这招厉害了，这招想必大家都认识，小的时候都用过。王八拳。所以说功夫啊，真的是有用。你无论多么高科技了，你也离不开这种基础的武功。第二形态打完，他把咱们炸出了电梯。然后第三形态难度稍高一点，他会冲过来电你，电你那招千万不要吃。电一下大概是50%的血，就这一下，千万不要吃到。打 BOSS 的时候还提醒咱们跳着射，我一直在跳着射呀，打他。跳着射难度很高，这两个货想要同归于尽，但都是机器人啊，谁也不怕摔。起来呢，就又去打架了。好的，第4形态了，决战了。决战的话，这个 BOSS 呢，他用王八拳的轨迹有了变化，不再是直线了，是折线，而且使用的频率还比较高，咱们最好速战速决。放电，可以了，看。好，把那个手打掉一个，已经漏电了，又掉了个零件。他开始发射肩部导弹了，疯了，快跑，离他远点打。可以了，差最后一下，最后一下应该是致敬电影的情节了。把他操作的这个大脑拿了出来毁坏，这样游戏就通关了。整体的流程不长，难度也不高，我感觉比红白机版的要好玩一些。那好吧，这样一款街机平台的《机械战警2代》就给大家录制到这儿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个游戏再见。